辆卡车飞速冲向德军坦克，坦克不停地朝2人开火，他们躲避射击与他擦肩而过。德军转动炮塔又对准他们。尼古拉告诉同伴，当坦克瞄准他们的时候，倒数4秒。一个闪躲完美避开了炮弹，第2发炮弹也被他顺利躲开，同伴差点被甩出去，好在尼古拉抓住了他。很快敌人识破了这个计谋，当在数到4时，坦克没有开炮，他们也立马明白了坦克的意图，加速行驶。突然一个急刹车，第3发炮弹就从他们眼前飞过，短暂的较量，2人顺利逃脱，但这仅仅还只是个开始。不久后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他们被一个坦克连包围，在连续击毁6辆坦克后，被还活着的德军指挥官俘虏，在集中营他被严刑拷打。3年里，他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，还曾试图7次越狱。这天，克劳斯在名单册上看到一个他很熟悉的人，在仔细回想后才发现，这正是他3年前的对手。克劳斯来到审讯室，他见到这个老友。当尼古拉看到他，有些似曾相识。他主动介绍起了自己，也提起了3年前的那场战斗，而他脸上的疤也是尼古拉留下的。此时他才全部想起来了。克劳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在集中营挑选一组俄国坦克兵，然后到他们的训练基地和德军豹式坦克群来一场猎杀，但不给他们配给炮弹，只能靠自己的本事活命。尼古拉并没有理会他，知道他倔强不肯同意，克劳斯只能掏出枪，但不是杀他，而是对着一旁的俄国女翻译。这是他3年来第一次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军衔。早上，部分战俘被点名出列，然后让尼古拉去挑选自己的队员。他看着每一个战俘，只要是眼神有光的，都会被他选中。当他看到一名战俘时，他停住了脚步。这是3年前那个坦克驾驶员。2人对视了许久，眼神都很坚定。尼古拉点头示意，在狱中他们又能并肩作战。而有的战俘以为他投靠了德军，朝他吐口水，但这样不屈的意志他很欣赏。德军将几人带到一辆坦克前，这是他们前不久刚缴获的一款新型坦克 T-34。当揭开上面的扇布后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这是从战场上直接拉回来的，里面还有士兵的尸体。他们需要维修坦克，1周内完成测试，维修前要先清理尸体。尼古拉进到里面看了一下情况，突然他在尸体下面发现了几枚炮弹。他告诉克劳斯，想将这些士兵埋葬。得到允许后，几人进到里面，将炮弹藏在尸体身上，然后再一个个抬出来。他们将尸体埋在训练场，炮弹也藏在里面。没几天，坦克修复完毕，准备进入测试阶段。他们驾驶这款新型坦克，在德军面前展示了他的气势。集中营里，德军让战俘在石头上跑步，不准他们停下，直到累死。而这么做的目的，只是为了测试鞋子的质量。这里一共关押了13820名囚犯，他们无法忍受每天的酷刑，有的已经开始计划逃狱。克劳斯看着他们有些兴奋，似乎有所察觉。他安排手下在训练场周围都埋上地雷，而这恰好被一旁的安娜听到了。来到修理车间，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，并且想让尼古拉带他一起走，但要逃出去还需要一张地图。安娜说她可以帮忙，可这样的话，第一个就会怀疑到他。转眼进入到他们训练的日子，尼古拉告诉同伴，周围已经埋上了地雷，要想逃走，只能从正面冲出去。他们挖出藏好的6枚炮弹，悄悄地全部装上坦克，在训练场的不同位置倒上柴油，然后点燃，用产生的浓烟隐藏自己。这边安娜趁着克劳斯不在，顺利拿到地图。她通过门岗的检查，逃到外面。在暗处，他们瞄准一辆坦克，只用1发炮弹直接命中。观望台上，所有人都很惊讶，他们哪来的炮弹？德军立马开始警戒，进入战斗状态。他们将坦克开出丛林，对准德军的控制室，但被克劳斯发现。在炮弹爆炸前，所有人都提前逃了出来。现在他们要冲出大门，面对德军的重心火力，他们毫不畏惧，穿过层层工事，直接撞开大门，扬长而去。在路边，安娜带上地图，已经等待他们许久。当坦克缓缓行驶过来，他们有的被吓昏过去，唯有安娜满脸开心的笑容，因为她知道自己得救了。而德军这边正在部署追捕行动，他们封锁了50公里内所有出口。来到加油站，这把工作人员给吓呆了，竟然是一辆俄国坦克。他赶紧收起桌上的纳粹旗帜。在街上，他们把所有人都吓跑了。几人从坦克出来，准备找点吃的。刚下来，这里的巡警就已经举手投降。来到一个摊位，他们递上蔬菜瓜果，餐厅的服务员直接给他们送上扎啤。在服装店也弄来了新的衣服。等吃饱喝足，换上新的衣服就出发了。突然，在一个路口，尼古拉大叫。一个炮弹打中了坦克，他们碰上德军设置的关卡，只能改变路线开进树林。在森林里，他们走了很久，几人打算在一个山口过夜，等明天再出发。而德军派来飞机进行侦察，在路上找到了坦克行驶的踪迹，也确定了他们的大概位置。夜里，尼古拉有所察觉，他叫醒了所有队员。天亮之前，德军就会封锁山路，他们只能趁着夜色突围。然后又让安娜提前出发，一直向东走，绕过克林塔，在一片草地等他们。来到一个小镇，这里格外寂静，德军已经将他们包围。
来到一个小镇，这里格外寂静，德军已经将他们包围，他们疏散了这里所有居民，前进到一个路口，突然被埋伏的德军攻击，好在闪躲及时，没有打中要害，他们只能将坦克开到另外一条路，在这里他被前方2辆坦克拦截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了，只能主动出击，但炮弹有限，他们没有把握能一炮射穿德军的装甲，于是选择攻击坦克最脆弱的底盘，他们将炮口瞄准地面。解决了1辆坦克之后，尼古拉下来查看了一下情况，几个路口全被德军堵死，已经没有路可以出去。回来后，尼古拉开始想办法突围，他想让一名队员去偷袭1辆坦克，吸引对方注意力。之后，尼古拉递给队友一个手雷，趁着天黑，他悄悄潜伏过去，跳上坦克和德军扭打在一起，将手雷扔了进去。听着爆炸声，他们开动坦克全速前进。这时2发炮弹飞过，但都没有命中。刚穿过巷子，却与另外1辆坦克碰上，2辆坦克都快速转动自己的炮塔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他们抢先一步开炮。可还没等他们从爆炸声中反应过来，德军的1辆坦克已经瞄准他们。就在大家觉得已经完蛋了，他被一个炮弹击中，原来是刚才去偷袭的同伴，他驾驶坦克救了队友。突然，他们再次同时开炮，2个炮弹擦肩而过，改变了飞行轨迹，都打偏了。这时，克劳斯起身站出舱，他要和尼古拉做最后的决斗。3年前，他们没能一决高下，今天要做个了断。于是2人将坦克开到桥头，尼古拉他们还剩下最后1发炮弹，他让队友全速前进，尽可能的靠近他。听着尼古拉的口令，驾驶员拼命闪躲，对方的炮弹没能打中他。当靠近他们后，2人同时开炮，德军的坦克被直接命中，尼古拉的坦克履带被打断，但他们没有停下，继续加速，将克劳斯撞到边缘，但他没有死，从舱口爬出来。尼古拉拿出枪对着他，3年前的一幕再次上演，只不过这一次拿枪的是尼古拉。他将手指按在扳机上，就在准备开枪时，他松开了。此时坦克开始往下滑动，克劳斯向他伸手示意求救。尼古拉用脚踩停了坦克，他伸出手抓住了克劳斯，正准备将他拉回来，却被他制止了。他紧紧握住尼古拉，用坚定的眼神看着他，随后便松开手。原来他只想和这个强大的对手表示最后的敬意。在这一刻，他们读懂了对方。作为一名军人，他不允许自己屈服，战死沙场才是他最后的归宿。这是由2战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。这场军人与军人之间的较量中，他们没有输赢，只有敬畏。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对于他们而言应该是一种庆幸。虽然是敌人，但在最后一刻，他们或许已经成了挚友。而作为一名军人，他们用钢铁般的意志战到最后，这不由得让人心生敬佩。在草地上，安娜等来了4人，他们抬着受伤的队员，经历了9死1生，都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